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今天我们来聊聊核动力航天器。在我看来，未来人类殖民火星的时候，往返于近地轨道和近火轨道之间的星际飞船的动力，最好就是使用核动力。其实，不光是我有这样的看法，很多的航天部门，包括 NASA 也是同样的看法。NASA 在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早在1952年，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就开始了火箭核动力方面的研究。1955年，美国的劳伦斯利佛摩尔国家实验室开始了把核反应堆小型化的研究工作。相信看过电影《奥本海默》的朋友一定还记得劳伦斯这个人，他是美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劳伦斯利佛摩尔国家实验室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劳伦斯利佛摩尔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是美国为核武器设计而建立的两个最重要的国家级实验室，在核反应堆的小型化上成果显著。后来，美军的核动力军舰、潜艇以及 SMR 小型核裂变反应堆，还有 MMR 微型核裂变反应堆的设计方案，都源自于劳伦斯利佛摩尔国家实验室。1961年 ，NASA 成立了太空核推进办公室，简称 SNPO， 并选择 Aerojet 公司和 Westinghouse 公司参与了核动力引擎方面的研究。该项目同时也得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这个项目被称为“流浪狗计划”。该计划在1972年终止。在计划终止前，先后推出了开外、Phobos 还有 PY 3阶段的方案。技术人员还在开外方案的基础上研制了开外减 B4 核动力引擎。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开外减 B4 核动力引擎。这个引擎的推力是34吨，比冲则达到了惊人的825秒。要知道，后来美国载人登月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2子级和3子级使用的是 J2 氢氧发动机的比冲也只有421秒，仅仅是开外减 B4 发动机的一半。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向大家介绍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就是比冲。比冲是航天发动机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它能够直接影响航天器的性能。所谓比冲是用来表示推进系统的燃料消耗效率的物理量，它的定义是单位重量的推进剂所产生的冲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表述成单位重量的推进剂产生单位推力所持续的时间。比冲的单位是秒，比如当我们说某个发动机的比冲是100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种发动机每消耗1公斤推进剂产生1牛顿推力，能持续的时间是100秒。从节省推进剂的角度来看，比冲的数值越大越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比冲的大小主要和推进剂的种类有关。在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和压力接近的情况下，推进剂的分子量越小，发动机的比冲就越大。对于化学燃料火箭发动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冲最高的是使用液氢液氧作为燃料的发动机。氢氧发动机的比冲可以轻松地达到400秒以上。在宇宙航行过程中，发动机的比冲越高，就意味着可以消耗更少的推进剂，实现相同的速度变化，或者用质量相同的推进剂实现更大的速度变化。通俗点讲，就是发动机的比冲越大，就意味着要么在消耗推进剂质量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携带更多的载荷，要么在携带相同质量载荷的前提下用更短的时间抵达目的地。这对于长距离的星际旅行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刚才我向大家介绍了在不同推进剂的情况下发动机的比冲差异。那么如果发动机使用的是相同的推进剂，那比冲的差异又体现在哪儿呢？其实对于使用相同推进剂的不同发动机来说，排气速度高的发动机比冲就大，反之亦然。我们基本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发动机的比冲就等于发动机排气速度除以重力加速度。
比如，当您知道某台发动机的排气速度是3公里每秒时，您就可以知道它的发动机的比冲大约是306秒。受反应原理的限制，由化学燃烧造成的排气一般速度不会大于5公里每秒，这实际上就限制了化学火箭发动机比冲的上限。因此，如果人们想获得比冲更高的发动机，就必须摒弃化学燃烧这一能量获得和转化的方式。人类目前建造的比冲最高的航天引擎是人造卫星之类的航天器所使用的离子发动机，就比如霍尔推进器，它的比冲甚至可以达到3000甚至是5000秒。离子发动机实际上就是一种电推发动机，它的工作原理就是把像氢、氙这样的气体先电离成离子，以离子为推进剂，使这些离子经过带电的旋圈，用洛伦兹力加速喷射出去，从而驱动航天器向前飞行。这个原理就和粒子加速器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只要拥有足够的电力供应，离子被喷射出去的速度将会是非常快的。我们知道，粒子加速器可以把电子加速到光速的 99.9999% 以上，不过那是在实验室。粒子加速器在工程上的应用就是离子发动机，所以离子发动机具有很高的比冲。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离子发动机的推力很小，只有几十到几百毫牛。对于人造卫星这类的航天器，离子发动机可以使用微小的推力，花很长的时间来推动人造卫星，比如用离子发动机来维持人造卫星在轨道上的稳定运行，或者缓慢变轨。这对于提高人造卫星的寿命十分有益。要知道，几乎所有的人造卫星都是因为推进剂耗尽而寿命到期的。刚才介绍了半天比冲，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核引擎这个话题。NASA 对开外减 B4 发动机进行了大量的测评，然后得出结论：核动力火箭非常适合在太空中执行任务，而且比冲是传统化学火箭的2倍。引擎的表现证明，它可以胜任 NASA 正在计划中的火星任务。但是，也许是由于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消耗了太多的资金，却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意义。1969年，美国国会削减了 NASA 的预算。70年，尼克松再次大幅削减 NASA 的预算，甚至还关闭了土星5号火箭的生产线。这就使得基于 Phobos 和 PY 方案的核引擎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和测试，而这2个方案中的核引擎的功率更大，推力也更为强劲。其中 PY 方案的核引擎更是被 NASA 计划用来实现载人登陆火星的航天器所使用的引擎。1972年，尼克松取消了阿波罗17号以后载人登月的计划，火箭飞行器用核引擎的研制工作也因得不到资金支持而告终，载人登陆火星的计划被无限期的延期了。虽然火箭用核引擎的研制工作暂时停住了脚步，但核动力在其他航天器上的应用却一直没有停下来。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都研制了多款核动力卫星并投入使用。这些核动力卫星和普通卫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普通卫星上的离子发动机的能量来源于太阳能电池板，而核动力卫星上离子发动机的能量来源于核裂变电池。只不过，由于核裂变电池的放射性比较强，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核裂变电池也就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环保的核衰变电池。1975年，美国的海盗1号和海盗2号火星探测器发射升空，这2个探测器都携带了火星着陆器。1976年，2个探测器的着陆器先后在火星表面着陆。海盗1号和海盗2号火星着陆器的动力来源就是核衰变电池。让我们以海盗1号为例，它携带了2个钚238放射性衰变核电池，并以此为着陆器上的用电设备提供电力。说到放射性衰变电池，其实它的原理也非常简单，
就是利用钚238在自然环境下会发生衰变并放出热量这个原理，再利用热电偶实现温差发电。在核动力供电的加持下，海盗1号在火星表面工作了6年。由于不使用太阳能，海盗1号和海盗2号不会受到火星沙尘天气的影响。相比之下，20世纪末着陆火星的使用太阳能电池板的火星旅居者号探测器寿命就只有85个地球日，而同样使用太阳能电池板的中国的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上的寿命大约也只有1个地球年。2012年8月5号，使用核电池的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着陆。2021年2月28号，同样使用核电池的毅力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着陆。这2个火星车直到现在仍然活跃在火星的表面。毅力号火星车更是将承担未来火星表面采样返回任务中在火星表面进行采集样品工作的任务。核动力的优势可见一斑。2023年1月 NASA 和达帕宣布将联合开展敏捷地月空间验证火箭计划。这项计划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在于，它将采用一种核热动力的试验性航天器。在这项计划中， NASA 希望通过使用核热推进技术缩短前往火星的时间，而达帕则希望通过该计划提高航天器在地月空间的机动能力。目前，该项计划由 NASA 和达帕提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牵头，有多家企业参与。计划的目标是研发出可以重复使用的 XN-T2V 核热推进航天器。他们本来打算在2027年就实现首飞，但现在看来，这项计划有可能被推迟。就这样，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核动力引擎的研制工作终于得以继续。不过，说起核动力引擎，除了我刚才说的热火朝天的核热引擎之外，其实还有比冲更高的核电引擎。核电引擎的工作原理和我前面介绍的核动力卫星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我前面提到，离子电推能实现的推力很小。以目前的技术，即使有一个10000千瓦的核反应堆，如果把它所产生的全部能量用于电推的话，所能产生的推力大概只有600牛顿。用这样的推力来推动数百吨甚至数千吨的星际飞船就显得太小了。要想获得更大的推力，就需要有更多的能量和更高的离子加速效率。但我们目前的现实是，核衰变所能提供的能量不足，核裂变又有严重的辐射问题，能量密度也不甚理想。最好的能量解决方案就是可控核聚变，但可控核聚变目前还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离工程化还差得很远。另一方面，在超导技术没有实现突破的前提下，加速线圈的电流就不可能很大，加速器的效率就不可能提得很高。因此，如何能够制造出轻便小巧，但却又能通过大电流的高效加速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未来，如果常温超导和可控核聚变技术得到突破，一方面核反应堆的能量密度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另一方面离子加速的电流就可以大大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核电推进的推力将会得到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但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事实上，基于我们现有的技术，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还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核热推进技术。说到这儿，我就不妨再把核热推进的原理向大家介绍一下。核热推进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利用核反应堆放出来的热，把推进工质氢在引擎的压力室内加热到大约2800到3000摄氏度，受热膨胀的氢再从喷管喷出就可以了。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一个核热推进引擎的示意图。当然，如果压力室材料的耐热温度允许，核反应堆还可以把氢的温度提到更高，比如5700摄氏度，这样我们就能获得更高的比冲。只是目前我们的材料水平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所以按照 NASA 现在的核热引擎方案，2800到3000摄氏度基本上就是上限了。即使是这样，引擎的比冲也会超过1000秒，
是目前氢氧发动机比冲的2倍以上。由此看来，即使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使用核热动力的火箭也能使从地球到火星的旅行时间从原来7、8个月缩短到大约5个月，这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最后，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不管是从安全环保的角度，还是从其他角度来看，这种核热动力的星际飞船是不太适合在大气层内飞行的，所以我们还需要先使用化学火箭把它送上太空。另外，想要解决最终登陆火星的问题，还需要有火星着陆飞船，这就有点像载人登月的月球着陆器。在我看来， SpaceX 的星舰就是最好的火星着陆飞船。说到这儿，您可能会担心，这么大的星舰，如果用它来做火星着陆飞船，那星际飞船的规模又得有多大呢？我们又到哪儿去找那么大的火箭，去把这样庞大的星际飞船送上太空呢？其实，您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担心。像这么大规模的星际飞船，可不是仅仅通过一次发射就能够实现的。人们完全可以像搭建国际空间站那样，把组成星际飞船的模块通过多次发射送入太空，然后再在太空把这些模块组装起来，形成星际飞船。人们可以先发射一个核心框架上太空，然后依次发射飞船的控制舱、反应堆、载荷舱、成员舱、推进剂注箱等组成部件，分别发射上去之后，再在太空测试组装完毕，然后再把成员和登陆飞船送上去，这样就可以形成组合体飞往火星，就能很好的解决运输能力的问题。好了，以上就是有关核动力航天器的简单的一些介绍，谢谢您的收看。您有什么想法，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